如果说你对 KO 的头不满意，或者是你正版的头坏了，甚至是你买的正版压根就不带头，有的角色的第三方头很便宜，几十块一个也就买了换上了，但是绝大部分都不便宜。就比如说这一个02的头，无论是补件还是第三方呢，都快顶一个闪货的价格了。布鲁克全新版的话，目前角色比较少，而且呢头也是比 SF 的要大不少。万代也出过一种小扭蛋头雕，和布鲁克差不多大，而且它只要10几块一个，可惜了这么精致的造型真的是和 SF 很接近了。布鲁克和这款搭配 FS 大小是差不多合适的，对 SF 呢还是大了些。然后经过了无数人的实践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 FW 系列的还是可以的。FW 有战支还有炮士2种，严谨起见都买来了，很明显大小都是一样的，和 SF 的头雕对比起来呢也是基本上一致。这玩意儿10几20几一个也不便宜，有的卖的热门的也能涨到50多。但如果说它能给 SF 当补件的话，那真的可以说是性价比香爆了。当然这一个价格开模肯定是又肉又糊的，但是它既然有透明复眼，这一点倒是很赞。可以看到这2款02呢，头雕并不是同一个开模，左边的复眼是更加通透漂亮一些，右边的线条呢是做的更好，细节很明显，左边的真的是糊的看不到细节。而且右边的涂装呢是比左边的要多了很多，左边涂色太离谱了，它毕竟也是比右边要晚出了2年。左边的头角呢是做的更薄更锐利一些，右边呢是又厚又钝。然后注意一下，这2款毕竟都是老玩具了嘛，所以说里面的糖早就过期了，尽量不要吃。不过我还真没吃过10碗里面的糖呢，要不试一下？跑题了，我们来试着把它安到 SF 上面，直接扭不动，需要泡一下开水，尽量不要用吹风机，不然的话它这个软胶头角容易吹变形。它这一个头部能够无损的取下来，只能是转着把它给拧下来，强行把它那一个连接件给拧断。像我这种6年多的高达老玩家，当然是轻轻松松就把它给搞下来了。有条件的话就上一下电动打磨机，没有的话就只能是用手钻扩深一下孔，然后用笔刀挖一下，不是挖成球形关节的连接凹槽就行了，而是把它挖成一个很深的大洞。你以为呢它需要做出来合脖子的让位，你看 SF 原装的就是这样的，挖大了也不如球形关节嘛，所以说只能垫一点蓝凝胶给它固定住。大小没问题，能够挡住脖子的断口，就是这一个薄的角吧太容易变形了，然后就是和主体的绿色比呢有色差偏黄了。像这种低端玩具肯定是小细节都偷四了嘛，还有就是一个头补起来也不费事。补完色之后看一下前后的效果，和脖子连接之间呢没有什么明显的断层，还可以。战支版的这个头雕可以看到它的角呢没有分叉，然后就是面雕的棱角呢比 SF 的要明显太多，就会显得凶巴巴的，这样一对比 SF 还挺萌的。而这一个炮制版的呢头角倒是分叉了，就是它捋不直，这一个棱角呢就不如 SF 了，显得这一个更萌一点。因为头雕是靠蓝凝胶粘在球形关节上面的嘛，所以说抬头低头幅度呢只有这么一些，可能会比有的 SF 原装要强，因为有的呢它本来就没低头抬头。转头的话也没问题，就是会脱出，需要再给它安回去，就粘了这么一点蓝凝胶，还是挺牢固的。看来这一个头雕玩起来也是没啥大问题。好，这以上就是我亲自实践 FW 头雕换到 SF 身上的情况，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。但对于灵异树体来说呢，是大小很极限的，后面的声刃树体都做大了一圈嘛，所以说就配不上了。配声刃之前的 SF 和真56还是绰绰有余的，毕竟这一个系列的角色出来还是挺全乎的，而且他们的脚也都是软胶材质的，再也不用担心他们断掉了。